下面学习花片2的购置，看一下成品。花片2有多种配色，都是环形起针、逆时针绕圈向外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用到的新针法有锁针3针的钩压拉针，拉针花样锁针7针的钩压拉针和短针的正拉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首先，环形起针，这里我已经提前切好了，然后立2针锁针起立，接着钩1针锁针过渡，然后挑起针的线圈，钩1针中长针，1针锁针过渡。这一圈就是在起针的线圈中钩中长针，中长针之间1针锁针过渡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对照图纸继续钩织。完成后收一下线圈。最后在起立针上引拔结束，注意找准起立针位置。然后断线，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第1圈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，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收好，大家将其完成即可。接着钩第2圈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在起立针右侧洞眼里接线，然后钩1针短针，3针锁针过渡。下面是一个拉针花样，先钩1针长针正拉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，从正面挑起左侧的起立针，将线钩出，稍微拉长一点线圈，再绕线，穿过前2个线圈，长针正拉针的未完成针完成。接着在左侧锁针洞眼里钩2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先钩第1针，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洞眼，将线钩出，依次绕线，穿过钩针上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。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，再钩第2针，然后在左侧中长针上钩1针长针正拉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，一次穿过，同时将织物向前顶起，让其向前突出。
这样一个拉针花样就完成了。继续3针锁针过渡。我们将已钩织的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再钩一组。先在左侧锁针动眼钩一针短针，然后3针锁针过渡，接着钩一个拉针花样。先在左侧中长针上钩一针长针正拉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在锁针动眼里钩2针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接着在左侧中长针上钩一针长针正拉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注意顶起织物。拉针花样完成，接着3针锁针过渡。这一圈就是重复钩织这样的一组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组完成后，在开始的短针上引拔结束，然后断线。线头收好，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第3圈，先在上一圈短针位置接线，然后钩4针锁针，下方同一位置钩一针爆米花针，完成后4针锁针过渡，下方短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这一圈的引拔针拉外拉进都可以，然后钩4针锁针过渡，在上一圈左侧短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注意将锁针辫子放在织物后方。我们将已经钩织的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再钩一组。先钩4针锁针，1针爆米花针，
完成后钩4针锁针，同一位置钩1针引8针，然后4针锁针过渡，左侧短针上钩1针引8针。这一圈就是重复钩织这样的一组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组的引8针钩在接线位置，然后断线。线头收好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4圈，先在上一圈爆米花针右侧动眼里接线，然后立2针锁针起立，当做1针中长针，接着在同一位置钩3针长针，然后钩3针长长针，接着钩1针锁针3针的钩压拉针，先钩3针锁针，然后挑下方针目的前半针和下方一根线，钩1针引8针，1针锁针3针的钩压拉针完成。下面在爆米花针左侧的锁针洞眼里钩3针长长针，3针长针，和1针中长针。完成后，在第2圈拉针花样上方钩1针短针正拉针，钩针从正面穿入拉针花样右侧，注意上一圈锁针辫子压在后方，左侧穿出，挑起拉针花样，钩1针短针，一针短针正拉针完成。我们将已经钩织的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再钩一组。先在左侧爆米花针右侧洞眼里钩1针中长针，3针长针，
和3针长长针。然后钩一针锁针3针的钩压拉针，先钩3针锁针，然后挑下方针目前半针和下方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一针锁针3针的钩压拉针完成。接着在左侧动眼钩织与右侧动眼对称的针法。完成后，钩一针短针正拉针，从右往左挑起拉针花样。钩一针短针，注意上一圈的锁针辫子压在后方，短针正拉针完成。这一圈就是重复钩织这样的一组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组完成后，进行收针，方法与花片1第10圈收针方法相同。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多收几针，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第5圈，先找到织片反面，第3圈的4针锁针辫子，挑锁针辫子的动眼接线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当做一针长针，同一位置钩2针长针。完成后3针锁针过渡，然后在左侧第1针长长针反面的这根线上钩一针引拔针，接着2针锁针过渡，在左侧锁针3针的钩压拉针的动眼里钩一针中长针，3针锁针过渡，同一位置再钩一针长长针，一针锁针7针的钩压拉针，先钩7针锁针，
然后挑下方针目的前半针和下方一根线，钩一针拧拔针，锁针7针的狗腰拉针完成。下方同一洞眼再钩一针长长针，3针锁针，和一针中长针，完成后2针锁针过渡，在左侧第3针长长针后方的一根线上，钩一针拧拔针，然后3针锁针过渡。我们将已经钩织的针法当做一组，对照图纸继续再钩一组。这一圈就是重复这一组的钩法，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一组完成后，在起立针上拧拔结束。不断线，这样第5圈就完成了。最后钩第6圈，先在下方拧拔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然后在左侧针目上对应钩2针短针。左侧锁针3针的洞眼里钩3针短针。注意这一圈在锁针洞眼里钩织的短针需要钩得松一些，完成后在左侧洞眼里钩2针短针。接着跳过中长针，在左侧锁针洞眼里钩2针短针，然后在左侧
长长针针目上钩一针短针，左侧锁针7针的狗腰拉针洞眼里钩2针短针，然后钩5针锁针，接着在倒数第3针锁针上调锁针反面的度线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，钩一针短针，完成后在左侧锁针上挑度线，钩一针中长针，左侧的锁针空出不钩，在狗腰拉针的洞眼里钩2针短针，长长针的针目上钩一针短针，左侧2个锁针洞眼里分别钩2针短针，注意钩的松一些。完成后，在左侧洞眼里钩3针短针，我们将已经钩织的部分当做一组，继续钩一组。先对应钩短针，然后钩5针锁针，从倒数第3针锁针开始，调度线，钩1针短针，合1针中长针，然后对照图纸钩织与右侧对称的针法。这一圈就是重复钩织这样的一组，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对照图纸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在开始的短针上引拔结束，拉紧，断线，将反面的线头顺着纹理收好，大家将其完成即可。这样第6圈就完成了。到这里花片2就讲解完了，大家对照图纸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将各个配色对应数量的花片2完成。花片全部完成后，下面进行缝合。先参照成品或者连接示意图，将2种花片的位置摆放好。这里需要使用花片1最外圈的颜色进行缝合。大家可以从中心花片或者边缘一个花片开始缝合。有一点需要注意，为了整体纹理美观，缝合时花片1爆米花针的位置或者尖角位置尽量与花片2尖角位置对应，并且整个毯子保持统一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缝合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注意我只演示连接方法，配色随机。这里我从
角位置开始缝合。首先拿起缝合线，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我用其他颜色来演示。取缝合长度2到3倍的线，可以稍微留长一些，然后开始缝合。先缝合一个花片1和一个花片2，采用卷针缝合法。先将线穿入缝针，线尾打结，线头可以留长一些。然后将对应配色的花片背面相对，正面均朝外。先找到花片1任意爆米花针对应的针目位置，大约位置即可。挑起针目的外侧半针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，再穿入花片2，尖角位置的锁针外侧的一根线，注意这针锁针是短针的入针位置旁边的这针锁针。将线拉出，穿过预留的线圈，拉紧。为了牢固，同一位置再缝一次。打结的部位可以藏到反面。继续找到左侧对应的位置，缝针同时挑起针目和锁针的外侧半针，将预留的线头放在上方，边缝边藏进去。将线拉出，稍微拉紧，往下继续穿入相对的外侧半针进行缝合。这种从前向后穿入对应位置的缝合方法就是卷针缝合法。下面按照这样的连接方法，一直缝到花片2下一个尖角的短针针目位置。花片2遇到引拔位置，调引拔位置针目的外侧半针缝合即可。
到了对应位置，这时花片1上缝合的针数为最后一圈针数的1/4。为了方便后面的缝合，这里花片1的同一针目，再与花片2最后一针锁针位置缝一次。这样花片1和花片2对应的位置就缝合完成了。继续再缝合一个花片2，取出对应配色的花片2，放在对应位置，与花片1反面相对，按照之前的方法继续缝合。注意第一针可以多缝一次固定。如果两个花片2之间空隙较大，可以缝2针固定一下。大致缝合即可。继续对应缝合。花片2最后2针位置与花片1同一位置缝合。这样两个花片2就缝合好了。后面不需要再缝合花片2，可以在反面打结藏线。然后继续取出对应的花片1，与花片2连接的同时，再对应缝合其他配色的花片2。具体配色请参考成品或链接示意图。从花片1爆米花针对应位置开始缝合。一个花片2占据花片1最外圈1/4的针数，如果中途线不够了，可以像之前演示的方法进行断线藏线，然后另取线，如开始一样进行缝合。注意接线位置及花片2相接的位置，尽量不要留有太大的空隙。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将其余花片缝合完，这样缝合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引拔针装饰，看一下成品。缝合完之后，在花片1最后一圈的针目上勾一圈引拔针装饰。注意，一圈引拔针装饰有多段颜色，最多有4段。
每段颜色根据与之相连的花片2确定。这里我大致讲解一下确定方法。花片2有4种配色。从中心向外，配色1和配色3四周的引拔针颜色与其第4圈用线颜色相同。配色2和配色4四周的引拔针颜色与其第2圈用线颜色相同。最外圈花片1没有连接花片2的部分，直接对应配色4第2圈的颜色即可。具体引拔针的颜色，大家可以参考成品或者连接示意图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制作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引拔针的钩织，随机选择一片花片1进行。主要演示方法：取出对应线材，小样颜色随机，穿入与对应花片2相接位置的针目，大约位置就可以，将线勾出，然后挑针目对应钩引拔针。注意引拔针正常钩织，不需要拉紧。钩完后，织片要保持平整。如果中途不需要换色，可以直接钩完这一圈。如果需要换色，在钩完这个花片2对应区域的引拔针后，下面需要换下一个花片2对应的颜色，取出对应线材接线。直接将线圈勾出，调整一下钩针上线圈大小，稍微拉紧之前的线，预留5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。继续钩引拔针，边钩边将线头一起收进去。到了下一个换色位置，按照同样的方法换线。
继续往下勾，并在需要换线的位置换线。注意收线头。最后一个针目位置勾完后，拉大线圈，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线头穿入缝针，穿过第一个引拔针的辫子，再穿回之前的线圈，并穿到反面，调整一下，这样收针看不出衔接痕迹。将线头在反面收好，大家将其完成即可。这样一圈引拔针装饰就完成了。其余花片衣上的引拔针装饰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成品或图纸将其完成。这样引拔针装饰就讲解完了。最后进行勾边，看一下成品。勾边就是沿着拼接好的花片绕圈钩织3圈，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针3针并1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来钩第1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花片数量较少，引拔针装饰随机，主要演示方法，将织片正面对着自己。先来钩4个角位置花片衣的部分，在花片衣最右侧针目上接线，先钩1针短针，注意不要钩到引拔针装饰上。然后挑花片衣的针目，钩1针短针加针，接着对应钩6针短针，合1针短针加针。我们将这6针短针合1针短针加针作为一组，再对应钩8组。完成后，在左侧缝合位置挑针目钩1针短针，完成后看一下，我们在这一角位置花片衣上一共加了9针，具体加针位置不固定，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均匀分布，可以核对一下针数，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。这样角位置的花片衣就完成了。下面到了花片2位置，
从左侧短针针目开始，一一对应钩9针短针，然后钩1针短针减针，接着钩1针短针，1针短针减针，下面交替钩织短针和短针减针，循环2次。完成后，一一对应钩9针短针，钩到锁针位置时，在空的这一针位置钩1针短针，锁针剩余的2根线上分别钩1针短针，最后1针锁针位置钩1针短针。4针锁针位置钩完后，看一下花片2圆弧位置的钩织规律。首尾对应钩9针，中间位置间隔1针短针，钩1针短针减针，一共减4针。同样可以对照图纸核对一下针数，这样这个花片2部分就完成了。下面到了花片1部分，开始先钩1针短针减针，从左侧未缝合的针目开始钩织，然后一一对应钩8针短针，接着钩1针短针加针，然后对应钩2针短针，1针短针加针，下面交替钩织2针短针和短针加针，循环2次。完成后，一一对应钩9针短针，看一下花片1这一部分的钩织规律。开始钩1针短针减针和8针短针，结尾对应钩9针短针，中间位置间隔2针，钩1针短针加针，注意核对一下针数，这样这个花片1部分就完成了。钩边接下来就是在对应区域按照各自的规律钩织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继续往下钩，注意边钩边核对针数，防止钩错。
最后一个花片2位置钩完后，在开始的短针上引拔结束。不断线，这样小样钩边第1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2圈，为了方便钩织，这里需要先在左侧针目上对应钩2针引拔针，将线带到第3针位置，然后离3针锁针起立，当做1针长针，接着钩1针锁针过渡，下方引拔的同一位置钩1针长针。我们将已经钩织的针法当做一个特殊的花样1，下面跳过2针，在左侧针目上钩一个花样1，也就是1针长针、1针锁针和1针长针。完成后，继续跳过2针，钩一个花样1。下面按照间隔2针钩一个花样1的规律，继续往下钩。到了角位置的结尾处，还剩2针，这样这个角位置就完成了。下面到了花片2位置，从第1针开始，间隔2针对应钩花样1，一共钩3个。完成后，间隔2针，在左侧钩1针长针，2针锁针过渡，然后钩1针长针3针并1针，先在之前的入针位置钩1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跳过2针，在左侧再钩1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继续跳过2针，在左侧钩1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3针并1针完成，然后2针锁针过渡。长针3针并1针的最后一个入针位置，再钩1针长针。我们将这2针长针及中间的针法当做一个减针组合，接着继续间隔2针钩花样1，一共钩3个。最后一个花样1完成后，花片2位置刚好钩完。接着到了花片1位置，先跳过2针，对应钩花样1，
然后按照间隔2针钩花样1的规律往下钩。对应花样1完成后，花片1位置刚好还剩2针，这样这个花片1位置就钩织完成了。下面就是交替在花片2和花片1位置，按照间隔2针对应钩花样1的规律继续钩织。注意，花片2位置钩织时，中间部分需要钩一个减针组合。下面我再演示一次减针组合的钩法。先对应钩3个花样1，然后间隔2针，在左侧钩一针长针，2针锁针过渡，然后钩一针长针3针并一针。先在之前的入针位置，即往左连续间隔2针的位置，对应钩3针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最后绕前一次穿过，长针3针并一针完成，然后2针锁针过渡，长针3针并一针的最后这个入针位置钩一针长针，减针组合完成。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继续往下钩，一直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一个花片2位置钩完后，左侧刚好间隔2针，在开始的起立针上引拔结束。断线，这样小样钩边第2圈就完成了。最后钩第3圈，先在上一圈引拔位置左侧锁针动眼里接线，然后在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然后钩一针锁针3针的钩压拉针。同一动眼再钩一针短针，我们将这2针短针和1针锁针3针的钩压拉针当做花样2，接着在左侧2个花样1的中间缝隙处钩一针短针，然后在左侧花样1的动眼里钩一个花样2。完成后，在花样1的缝隙处钩一针短针，往下按照交替钩织花样2和短针的规律继续往下钩。
到了减针组合位置前，花样1对应的花样2完成后，左侧缝隙位置不钩织，在左侧2针锁针的动眼位置钩2针短针，然后在左侧2针锁针的动眼里钩一个花样2，然后在左侧缝隙处钩一针短针。后面遇到减针组合位置时，都按照这种方法钩织。下面继续按照之前的规律，对照图纸继续往下钩。最后一针短针完成后，会引拔进行收针。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收好，一定要多收几针，大家将其完成即可。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，毯子钩边也讲解完了。全部完成后，可以将毯子整体熨烫一下。到这里，整个毯子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做出解答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